哇，这个真的有点恶心。日本人在追求食材新鲜的这条路上面是越走越远，感觉他们吃什么都要吃活的，他们才觉得新鲜，是不是有点太扭曲了？还有大伙儿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就非常的有日本特色了，它招牌上就写了高级活鱼料理6个字，顾客围着几个大水池坐着，食材们就在中间看着，感觉非常抱歉。店里今天有哪些菜是直接挂在了房梁上，简单直接到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菜。第一个小前菜就很明，是一份果冻加的像蕨菜一样的东西，口感巨怪。第二盘就上了河豚刺身，这个一看就不是 Yuki 家，它不可能就这么小一盘，不过还好味道非常鲜。河豚刺身真的是永远的神，刺身终于来了，好像除了金枪鱼别的都是活鱼身上的肉，然后发了2个盘子给我们，这个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这种肉吃起来特别的软糯，跟冷冻的鱼肉比起来差太多了。鲷鱼跟三文鱼蘸酱油就很好吃，但这种新鲜的青花鱼还是要跟紫苏叶一块吃才行。接着就是今天最恐怖的一道菜，它的名字就叫活乌贼，就是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动，旁边放的是一块扇贝肉和一块翅膀。它的乌贼因为它才被端上来，所以你夹起来的时候还在拉丝，吃起来很软糯，但是又有一点像胶泥，不过还好味道不错。然后旁边这个翅膀我非常喜欢，嚼起来像是在嚼海带，莫名的爽口。然后这里的鲍鱼会当着你的面煮熟，然后切好之后再端上来，表面上会用喷枪烤一下，吃起来会更香。旁边那个是鲍鱼干，那个巨好吃，鲍鱼果然怎么弄都好吃。然后终于来了一道正常一点的菜，大猪排，我好感动哦。就是吃了那么多海鲜之后，突然有一个带油香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，这就是沙漠里的绿洲，然后就是炸河豚，这个炸的中规中矩吧。最后一道主菜就是黑毛和牛锅，感觉就是弥补了我今天吃过的生鱼。和牛煮出来就是特别的肥美，因为它的脂肪是甜的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抹茶椰果冻，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鲷鱼烧配抹茶冰淇淋。这样一顿下来其实就是什么都吃到了，还挺满足的。其实如果你吃不惯生的，也可以直接让服务员帮你做成熟的，就像这种天妇罗，但是偶尔也可以尝试一下生的，对吧？有些是真的还可以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哇伊儿。烧鸟其实已经成了我在日本的家常便饭，但是这次回国之后，我就很好奇，这不就个烤鸡肉串吗？国内的店说不定比日本做的还好，我就去问了我在上海的日本朋友，才选了今天这家店。真的不愧是上海，改良之后的烧鸟原来可以这么好吃。这几天吃胖了真的很多，但是我们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他家在新天地，我对上海其实不是很熟，但它有一点像日本的银座，好高级啊！店里的氛围真的很高级。直接开始吧，新鲜的生蚝吃起来就很像果冻，就那种生蚝淡淡的甜，它还有一点点苹果醋的味道，很开胃。吃不来生蚝的人吃这个也很开心。这个菜它真的是蚂蚁，据说是来自长白山的蚂蚁，长见识，第一次吃蚂蚁，口感其实比较像蟾蜍或者蚂蚱，那个 Q 弹的鱿鱼配上冻醋，里面还有一点点海胆，就这一口蛋白质直接拉满。但其实你尝不到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主要还是那个鱿鱼的味道特别香。鲍鱼的肝永远都是一种神奇的食材，茶苦中带着一点回甘，就像是用比较青涩的梅子做的梅子酱的感觉，还有挺香的。我觉得刺身里面最喜欢的还是大腹，你空口吃都能吃到金枪鱼脂肪里的甜味，还有一种鱼肉的奶香，这个吃起来像橘子味的钵仔糕，刺身的口感橘子的果香。把刺身作为前菜，你真的会越吃越饿。又是第一次见到的吃法，可能是因为鹅肝刮成了粉状，所以鹅肝的味道会更浓。它这块油脂刚刚好的中腹，就像是裹了一层花生酱，吃在嘴里甚至绵绵的。这个菜如果它能给我上2坨就好了。这个像 taco 一样的菜，最下面是鳕鱼皮的薄脆，上面是生牛肉、甜虾、海胆、鱼子酱，加上一点紫苏叶的小花，吃起来就是肉感特别足。下面那个鳕鱼皮特别油香，又特别像东北煎饼里的薄脆，真厉害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烧鸟了，我怎么感觉比日本还专业啊？非常的夸张。鸡腿肉的梅子酱刷的比较多，虽然盖住了一些炭香，吃得出来芳龄不超过18，就出来工作养家。鸽子腿的那个肉的韧劲，就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吃兔子肉的那种感觉，没啥汁水，那就是嚼起来特别香。它那个肉吃在嘴里面的时候，非常像鹅肉的味道。毫无疑问，我最喜欢的蔬菜的环节，它里面的水煮的真的很好。这个东西在日本卖的很贵，鸡心依然很有嚼头，但是吃起来有点像卤鸡胗的味道，但是它里面还是软嫩的。这个烤虾的味道很厉害，它像是被鸡汤泡过，虾肉里面浸满了鸡皮的精华，嚼起来就是脆糯脆糯的口感，好神奇的味道。内腿肉是最难烤的，这个鸡皮很像北京烤鸭里面单独拿出来蘸白糖的那个部位，咀嚼的时候能清晰感受到鸡汤在往你的喉咙里面灌。它这一块的鸡肉吃起来特别像牛蛙的后腿肉，这串是鸡脚筋连的鸡皮一块烤，里面还有一坨小脆骨，然后是蹄灯，这个是他们家特制的蹄灯，跟别的蹄灯还不太一样。后面的那块肉用的不是卵巢，而是鸡心的边，所以这一串其实很奢侈，因为蹄灯的那个蛋液和鸡心的味道特别配，就是你的牙缝间都是蛋液的味道，你的舌头跟生喉都得到了同等的待遇。这个是一个烤年糕加海苔，咬开年糕中间还有芝士，奶香特别足，其实很像早市上面那种糖饼。最后的主食是和牛海胆饭，就是烤肉盖饭有些时候会很干，但是海胆就刚好弥补了这一点。用蛋液裹满饭粒之后，一定要一勺带着海胆跟和牛，在和牛的脂肪化开之前，先尝到的是海胆加蛋液的味道，然后和牛的油味再会慢慢上来。这个菜特别扎实，因为它是用的很厚很厚的一粒和牛肉，这种黏糊糊的拌饭真的很好吃，像是米饭版的东北黏糊麻辣烫。海胆拌饭是真的很好吃。最后的甜品是哈密瓜，但是加了茅台，我没这样吃过。这个跟西瓜上面撒盐是一个道理吗？没有吃过粉菠萝，吃起来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好好吃啊！怪不得粉菠萝卖这么贵。总的来说，现在国内的烧鸟怎么这么厉害？感觉比起日本来说，真的很多创新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嘎玩意儿，好撑啊！
今天这家店光看他们上菜的方式，我就知道我来错地方了。这种菜品不写价格的店都有点恐怖。今天我们要去探一家巨牛逼的餐厅。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夸张的说这家餐厅很牛逼呢？因为好像去过这家餐厅的人都还比较牛逼啊！这前首相请前总统来过的店。すみません。こんばんは。哎，こんばんは。这是一家炉端烧餐厅，是在东京很出名的一家老店，食材基本上来自于全国各地11个最出名的地方。叫炉端烧是因为大家都是围在一个炉子周围做的，师傅们就坐在炉子边给顾客料理，其实还挺有仪式感的。菜品的话就是看中什么点什么，第一个前菜好像是那个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这是什么，不过吃进去之后发现应该是煮的金木雕，紫苏叶配着一块很大的鱼肉。然后是一份盐烤香菇，就香菇本来就很香了，再加上备长炭，那个香味就变得更加明显。第3个菜是2个很大的竹节虾，师傅会帮你把虾尾和虾头分开，会把那个虾腿推留着，这个虾腿真的巨脆，就跟刚出锅的薯条一样。然后终于到了我最爱的菜，哎，挤上一点柠檬更清爽，最喜欢的青椒。然后是今天的石烧北极贝，壳里面满满的一大块肉，感觉这一个贝就塞满了整个嘴巴，大满足。然后这个菜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烤豆腐或者是什么假肉之类的，结果里面塞的全是蟹肉泥跟虾肉泥，搭配着生姜一块吃，非常闷骚。这片烤平估计显得格外的寂寥，一口全干了。最后再来一串烧鸟串，就准备进入我们的主菜环节了。这个葱还挺甜的。第一个主菜是厚切牛舌，哎，我的爱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外面烤的焦焦的，里面带一点血的那个状态，就是牛舌最好吃的状态，自己烤就很难烤成这个样子。我去报个烧烤班好了，然后是一个和牛串加一个小洋葱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和牛，就跟不能没有莫文蔚的歌一样。蘸了刚才那个酱料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一点新鲜的山葵，山葵是一点都不辣的哈。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盐烤金棘鱼，这个是在日本很珍贵的一种深海鱼，因为深海鱼嘛脂肪很多，所以烤出来那个味道就很香，就是看起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。表皮烤的已经很焦脆了，但里面的肉还是保持着一个很多汁水的状态。对了，师傅是可以帮你把鱼刺挑走的，我真的太需要这种服务了，体验感大增，特别过瘾。最后的甜品又是我们熟悉的哈密瓜，这是高档餐厅的必备吗？可能这些人并不知道哈密瓜在我们那儿有多便宜吧，不过水确实挺多，金钱的味道。这家餐厅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，吃完饭之后还有个额外项目，就是举重。如果你能单手用这个杆子举起4个碟子，今天这单直接给你免了。然而并不可能举得起来，该给还是要给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气氛特别好，菜品也不错。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真贵啊！卡玩意儿，这家的鳗鱼饭也算是了了我一个心愿。我发现这种店能开几百年还是有它的道理的，因为我来日本之后还没有去吃过比较老字号的鳗鱼店，所以今天就来探一家年份比较久远的专门店。进门看到几个老阿姨，哎，我就对这家店的口味很放心了。店里就是那种统一的百年老店装修风格，菜单都是手写的白纸黑字，基本上等于没有。讲了半天，点了一杯爷爷泡的茶和一份极上重的鳗鱼盖饭。极上重就指的是鳗鱼最多的那个版本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套餐里面还带了一个鳗鱼厚蛋烧，我一直很喜欢吃这个，特别是鳗鱼的味道进到那个蛋里面之后，太绝了。然后这家鳗鱼饭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炭火香味特别浓，可能这就是济州备长炭的好处。师傅把表皮烤得特别的脆，但是鳗鱼的肉又是紧紧连在一块的，秘制的照烧酱和炭火香气合在一块的时候，我就很想感叹鳗鱼饭果然是日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然后除了这种鳗鱼盖饭，还有一种就是普通的鳗鱼烧，这种套餐里面一般都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吃法，泡着吃、烤着吃和秋葵一块吃，都是不同的感觉。不过男生点一个上重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，极上还是有点腻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